我是一口咖啡，让我给你安慰，让我融化你的疲累。愿你空虚的心，就算原是孤岛，每一天都有一次破晓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诺太渺小，每一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欢笑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，保护你，用爱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一秒。齐哥，你的信。哎，谢谢。妈的，欺负我妈妈还欺负我弟弟，什么事我都可以看得开，就这件事不行。妈，阿忠，妈，哎，阿星，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妈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看了医生没？医生怎么说啊？看过了，看过了。来吧。哎呀，没事啦，照过 X 光，医生说只是有点骨折，打了10颗，很快就会好了啊。你要记得吃药嘛。知道啦。阿忠呢？你弟弟他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哎，哥，你回来啦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！你听我说，我那天去找6月是要找根尼叔做我的担保人的，可是根尼叔他硬要我陪他喝酒，我不会喝的嘛，然后就跑到厕所那边去吐咯。没想到那时候根尼嫂刚好回来，他就硬说我偷看6月冲凉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嘛。阿星啊，哥，阿星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什么事回去再说吧。不行，这关系到我弟弟的名誉，很重要的。你回答我，我弟弟到底有没有偷看你冲凉？喂，你那么大声说话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野蛮啊？野蛮！你们打伤了冤枉人，还弄伤我妈的脚，不叫野蛮叫什么？我不要跟你这种人说话。你什么时候才肯放过我？这件事情我自己很乱，我也很困惑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我原本该跑多一条远洋航线，多赚一点钱，就因为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千里迢迢的赶回来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你都不能回答我。好，或许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你：你认为阿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你相不相信他？阿周他是个很正直的人。那天我在冲凉，外面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的，我只听到有人吐，起初我还以为是我爸。这么说，你根本没看见阿周在偷看你？我在冲凉，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呢？我听到我妈喊啊。跟我来。去哪里啊？去跟所有的人解释，说阿周根本没偷看你，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。跟所有人说，你神经病啊！这件事情对阿周的名誉很重要的，如果不解释清楚，以后他会抬不起头做人的。那我的名誉就不重要吗？难道你们就要这样不明不白的给人家误会一辈子？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好吗？不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换成是我，我看得开，但阿周就不行了。他最喜欢钻牛角尖的，我不能够让我这个弟弟受到这种冤屈的。走，放手啊，阿星！
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迟了都还不来？哎，他到底会不会忘记啦？怎么会？说到打牌啊，他是第一个先到，而且他进来手风又这么顺。老板娘，嘿嘿，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那晚不小心打到阿玲，嘿，她的手没受伤吧？怎么？你是来道歉啊？你闻闻看，香不香？你要送给我啊？哎呀，你们家是开咖啡店的，一包咖啡粉算得了什么？要么大批拿。哦，你转行卖咖啡粉啊？对，世道不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些咖啡粉呢，是我在后港向人家拿的，你要的话，我可以算便宜一点。那便宜多少啊？比你现在拿的便宜18仙。那你就先给我10斤吧。啊，才10斤呐、先让顾客试试口味，要是行了就跟你多拿。我们也有炒咖啡粉的啊，只是因为最近店里的生意太好了，炒得不够卖。哎，你有没有空啊？我们3缺1啊，你去凑一脚啊！哎，走了走了，我们3缺1啊！走。阿星，你放手啊！你会打我们就不找你了。哎，6月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的？放手！我是来替阿周讨公道的。这里是卖咖啡的，不卖公道。你整天讨什么公道啊你？喂，你呀、哎，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说话？啊，他偷看6月冲凉，我不想冒犯神明，才没上38去找他算账。那阿周的事跟我妈没关系，为什么你要向我妈动手，害她给车撞？哎呀，哦，是他自己来找我的，我可没去找他，他自己跌倒的，我没推他。哎，走，回去。不行，不能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弟弟不能给人冤枉，我要你向他道歉。嗯，哎，你们都听到了，哈哈，我的女儿啊是黄花闺女啊，要我向她道歉哈。哎，你不如以后多生几个女儿，让男人看个饱，这不是更好？是不是？妈，怎么？我说错了啊？发生这样的事啊？你叫我女儿以后怎么去嫁人啊？你们这样丢她的脸，我应该去报警啊！要你们都向她道歉才对，是不是？我不管那么多。6月，我要你把刚才所说的话重新说一遍，让这些人知道阿周是被冤枉的。你要我说什么？是啊，要人家说什么？不看都给人家看了，还说？哎呦，讨厌！难道眼睛看的东西可以洗掉吗？哈？哎呀，可惜呀，真可惜呀。 6月，快说，说啊！哎，6月，喂，6月，你这个扫把星，啊，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伤天狼短，我第一个找你。6月，哥啊，你这样子对6月太过分了，他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什么该怎么办？万一他想不开，去做了什么傻事，我一辈子都会不安心的。不关你的事啊，你不安心什么？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跟你才会惹起的啊。要怪就怪他妈妈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在街上吵吵闹闹的，搞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人家毕竟是女孩子啊，你这样让她当街出丑，换成是你，你受得了吗？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啊！啊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，你去找她道歉吧，说一些好话啊。好话我是不会说，要说你自己说。给你早看到我会把我打死的，哥，当作我求你好不好？你就是这样了，一辈子都怕事，怕贼怕鬼怕漏水，怪不得人家会欺负你。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嘛？不去。啊，哥。吓死了啦！你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你想偷东西啊？别乱说话了！我是来跟6月道歉的。你做错了什么要向女人道歉啊？跟你说你也不懂。总之呢，知道做错事就应该道歉。
再说啊，道歉也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事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6月有人向你道歉啦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来道歉的吗？道歉需要这么大声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？是你自己说，道歉会不会低人一等？好，总而言之呢，你去打拳或者是去看漫画都可以，不要站在这里，不要管我的事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管就不管。6月，你还来干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。碰钉子了，还没走呢。偷偷摸摸是不行的，要道歉就得拿出诚意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道歉吗？在这里？怎么道歉啊？你的嘴巴不会喊呐。你要我喊呐？啊，算了，不想道歉，我们走。喂，等。6月啊，6月。姐，他在叫你呢。神经病！不要管他。我知道他在哪里。喂，6月，你出来一下好不好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你回去啊！那6月啊，我知道昨天是我的不好，但是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嘛。那你还来干什么呢？都说来跟你道歉了嘛。那你有委屈，我弟弟也有委屈的。那就爽快点，把所有的不愉快当做肚子里的风放出去算了。呀，这么臭！你回家放了够吧。唉，搞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人家还不领情。算了，我们走。姐，他走了。姐，他又回来了。6月啊，有一件事呢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忘了帮你捡贝壳哎。Sorry， 不过下次呢，我一定会记得的，哈。这么巧啊！啊，是很巧。我想到附近买点东西。哎，你妈她怎么样了？我认识一个跌打医生，要不要我介绍给她？不必了，他老人家没事。怎么来当东西呀？啊？谁说我来当东西的？哎呦，当东西就当东西嘛，有什么好丢脸的？反正你们跑船的3天打鱼4天晒网，有时候啊手头难免是会紧一点的啦。进当店嘛，就好像我们进咖啡店那么平常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是就是喽，我进当店了，进当店了。
老板，你看能当多少？给个好价钱吧。哎，老板，你的账目好像算错了，你看看。哎，canteen嫂，来喝咖啡啊哈？怎么样？你算多我10块钱了，哎，还给你。是啊是啊，难得你这人这么老实，下班船给我多带点水过来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哎，canteen嫂，我走了，你慢慢喝咖啡啊。哎，阿星，阿星啊！什么事啊，canteen嫂？哎，男人是不会随便说人闲话的哈，是不是？刚才的事，你不会跟人说的哈，是不是？刚才什么事啊？刚才？哦，就是我当东西的事喽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住的那条街人是不多，可是嘴巴却多得很的。万一被他们知道的话，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说真的，我活到这把年纪呀，还是头一次进当店了。要不是红毛老撤退，大家的手头也不会这么紧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其实你的处境呢，我是很同情的。好，这么说，你是不会去跟人说的了。你的事我是不会说，但是我弟弟的事呢，是到处给人乱唱，不公平嘛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说的那件事啊，不早已经解决了吗？解决？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啊！如果看见他被人欺负而不吭声的话，我算什么兄弟啊？哟，我并不是故意要冤枉你弟弟的。其实那天我真的看见你弟弟站在冲凉房外啊，就好像我看见你在店铺里面呢，是不是？你在当店里面当东西，有人证物证，我弟弟只不过站在冲凉房的外面呢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做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告诉你哦，在法律上，嫌犯还没被定罪前，要假定他是无罪的，而且疑点利也要归给被告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出去进了点海水，肚子里倒多了点墨水喽。好吧，只要你不说出去，以前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，这总可以了吧？不，这怎么行呢？偷看就是偷看，怎么可以当做没有偷看呢？不行。是你弟弟没偷看，是我冤枉了他，要不要我向他赔罪啊？那不必，这做人也不用这么过分的嘛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去！去！死鬼呀，还不过来帮忙，就是会喝酒。我真怀疑，咱们家的祖坟是不是葬在酒泉上？你那么爱喝酒啊？你胡扯什么？咖啡豆又不可以2个人炒。那你不会来踢踢我啊？等我喝完这瓶酒就过去，好不好？你喝完了，你连路都不会走了，还会来炒咖啡啊？是不是？canteen嫂，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你怎么会来的canteen叔，我听人家说啊，你在这里炒咖啡，所以就过来看看喽。来看了就会去笑我假厉害没本事，是不是？谁敢说你没本事啊？你教出一个9号文凭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现在失意无所谓，展望未来嘛。我阿爸常说啊，这咖啡呢可是一门很大的生意哦。我们5兄弟就是靠这一粒粒的咖啡豆给养大的。我怎么能跟他比啊？他是老行家，我们这是半路出家的。那要不要我指点指点呢？炒咖啡呢，我是最拿手的。我看到这些白烟就知道你加了糖。是啊，是那个卖咖啡粒的人教我的。你还要加点植物油，这样咖啡豆呢才不会容易烧焦。这招他倒没有教我。还要加一点盐，去除这咖啡豆的碱味，冲泡出来的咖啡呢才不会那么涩。哦，原来炒咖啡还有这么多学问呢。当然，小小的一粒咖啡豆啊，可以风靡整个世界，就可见它的威力了。跑过船的人呐是不同的啊。还有，我们这里呢，
很少用180的纯咖啡豆去磨成粉啊。为什么？咖啡豆贵嘛，所以一般上呢，在炒咖啡的时候，我们就加入玉树薯，一块的炒，以假乱真。但是玉树薯的成分呢，不要超过40%哦，以免变味。没想到你人这么好啊！所以嘛，别一点小事就跟人计较。妈，他真的教了你那么多炒咖啡秘诀啊？你看，人家对你多好啊！那就叫以德报怨。那也怎么样？别以为我会当他是大恩人呐、你呀、以后还是少跟他来往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我光明正大的，怕人家说什么闲话嘛。再说，我就是很有分寸的。那好，你知道妈对你的期望，你呢，还是到英国去读什么建大是牛津的啊？对了，你报读那个建大的事怎么啦？你要去建大戴方帽子回来啊？我看没有希望了。读社大比较好。社大，没听过这个名堂哎。社大是不是也在英国啊？学费会不会比建大便宜呢？不只是便宜啊，还不用钱啊，每个月还可以拿钱回来的。什么大学那么好啊？社会大学哦。哈？什么？社会大学？你不想念书了啊？我们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本地学校都读不了，何况是外国学校哈。有什么？现在行情是不好，过1-2年就没事的啦。妈再辛苦也要让你读完大学。妈，我就是不想看到你那么辛苦，起早摸黑去那么远的冈部炒咖啡啊。不行，怎么说妈也不会答应。妈，你不想想，我们这里呀、除了龙家那个永标之外，你就是我们这条街的 No.1 呐，他们都叫你9号的，妈这么辛苦，还不是希望你有机会升大学？哎呀，女儿自己不想读，她有她自己的想法，你烦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整天只会喝酒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过孩子的事的？我什么一天到晚喝酒啊？只是有空的时候才喝2杯。你什么时候是没空的？好了妈，那读书的事呢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真的不想念了。嘿，你别急，妈手上还有点储蓄。没用的，读完第1年、第2年、第3年怎么办啊？干脆呢就不要读书，出去外头工作，赚了钱呢还可以帮你公国陪读书，家里啊有这位大学生就够了啊。其实，妈还是看好你的。你弟弟是不是读书的材料还不知道？英军一撤走，我们的茶水摊没了，我就知道什么都会改变。你呀，你给我好好的读书啊！你姐姐没机会升大学，我们一家人的希望就落在你身上了。以后英军还回来吗？我们不靠英军，靠咖啡粉。求佛祖保佑，我的咖啡粉生意宏图大展。求佛祖保佑我的酒鬼老公不要整天喝酒。不，求保佑他早日把酒戒掉，一家人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阿周，跟你嫂，你妈呢？她在不在？我妈？是啊，去叫她出来。去呀！哦。田天嫂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我来给佛祖上香。
也来探望你们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了吧？好多了，你有心了，谢谢你啦。谢什么了谢？其实啊，都应该怪那个司机啊，哪有人驾车那么鲁莽的？哎，幸亏是小伤，要不然呐，哎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就别再提了啊。我就知道你大人有大量，这点小事你是不会摆在心上的哦。哎呀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哎，这2只鸡呢是送给你补身的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哎呀，要的，你的大儿子阿星啊，他的人真好啊，教了我几招炒咖啡的功夫啊，我现在的咖啡粉呐、真好卖啊，所以就当是我谢谢他的礼物，你一定要收下，一定要收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你了啊！我不跟你多讲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谢谢你，慢走了啊。哎，你的背怎么了？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那好，我走了。慢走，慢走。哎，我要你堂堂正正的走进海南街。哥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怕什么？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你连海南街都不敢踏进一步。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那些人的嘴巴很可怕了，把白说成黑，把黑说成白，我不要听这种废话了啦。就因为这样，你更不应该畏畏缩缩的。你越是害怕，越不敢见人，人家就以为你心里有鬼，会越描越黑的。来，约我陪你走，没有人敢讲你的。啊？来。阿星，你们去哪里呀？你不生气了？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喂，怎么看到我就那么害怕？你有没有做出什么亏心事？听到没有？今天不用做工啊？今天请了天假，帮我妈包咖啡粉。你这样的方法还挺不错的，现在客人很多呢。那就好啊。你妈也太客气了，送你到我家来。哦，不要这么说。对了，最近有一部英语片呢，刚上映，很不错的，一起去看吧。好啊。你都不知道片名你就说好。哦，你介绍的一定是好片。好啊。我们去看《The Graduate》，是 Dustin Hoffman 演的。哦 ，Dustin Hoffman， 我认识，《狼舞之年》嘛。好片，好片。去看吧，走啊。今天的读书会，我们要讨论的是高尔基的母亲和另一本俄国的著作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》。我相信这2本书大家都看过了。好，我想听听大家的读后感。林秋生同学，请你先发表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高尔基是俄国的大文豪，他写的《母亲》非常震撼人心，给我的冲击很大。从书里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母亲光辉的形象，以及她对资产阶级压迫的觉醒。我赞成秋生同学的说法，母亲的觉醒其实也代表了所有无产阶级的觉醒。好，说得好，陈国强同学，你说得非常的好。丽凤，好了，大家别忘了明天的聚会。放心吧，我们明天一定到。好了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了？还在想着刚才的读书会？高尔基的母亲真的这么厉害，连钢铁都会念？这个钢铁不是男人念的吗？你怎么把2本书都混在一起了？别告诉我你1本都没看。不止1本，我2本都没看。就算没看，那你也应该知道那是2本书吧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还以为是上集和下集呢。既然没看，那你为什么要来呢？都是你了，硬把人家拉来。早知道这么无聊，我就待在家里睡觉。其实也难怪，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读书会，还感受不到它的意义。
其实，读书能提升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哎呀，什么人生观、世界观嘛，我又不是要考博士，提升来干什么啊？你们说的什么帝国主义、克朗、马兰、法兰西斯，我根本听不明白，又没有兴趣。哎，如果是科普拉、法兰西斯，那就不同了。科普拉法兰西斯，他是哪个国家的思考家或者哲学家？他是《教父》的导演啊！啊？你刚才浪费了我那么多时间，我不管，我你陪我去看戏。对不起，改天吧。你不去，我自己去啊！搞错，这么多人。哎，小姐，爱看戏啊？我这里有一张戏票，我让给你啊。哎，不必啦，我请你。怎么好意思呢？一次生两次熟嘛，做做朋友了。干什么？你再这样，我就要喊了。怎么怕羞啊？放手啊！来了，做个朋友啦。干什么？快放手！你想干嘛？想非礼人是不是？没什么，没。哟。喂，你怎么会惹上他啊？我来看电影嘛。他说他有票，我不知道。以后不要跟陌生人买票，很危险的。对啊，很危险的。哦，见过鬼还不怕黑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我来买票，看到那么多人排队，我又不想排，只好跟他买了。当先没事吧？来看戏吧。一起看吧。哎，你们想去哪里啊？肚子好饿，先找个地方吃饭。你吃了这么多咖酱布店，还想吃啊？咖酱布店是零食，吃不饱的。那好了，想去哪里吃饭？我们找一家比较好的餐馆吃，怎么样？餐馆东西很贵的，不如我们到巴沙吧，那边呢有很多东西吃的。不行啊，巴沙里有老鼠啊，每一摊都一只大只肥肥的。太夸张了吧？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不相信就算了。那算了，难得大家出来一趟，餐馆就餐馆，我请。阿星啊，你钱难得赚回来，不要花这冤枉钱啦。巴萨在前面，走几步就到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看还是你们自己去吧。你不去了？我不去了。我约了朋友开读书会，讨论高尔基的母亲是什么捏钢铁的。你们先去吧哈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阿周啊，你觉得9号文凭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她不错啊。何止不错？我觉得今天跟她看了一场电影，我就发现她很多优点。第一，当然是不小气啦。上次因为你的事情啊，我得罪了她，可是她一点都不生气，还主动约我们去看戏。人家是9号文凭哎，却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这种女孩子呢，上哪找？这人嘛，除了大方以外，还懂得替我省钱。还记得吗？刚才那个吴丽凤看完戏说要到餐馆去吃东西，可是她坚持一定要到小贩中心去。所以说啊，不贪慕虚荣呢，就是她第2个优点。哎，有没有听我说话的？哦，你在说，我不是在听咯。她看戏也真有一套，居然连毕业生这种电影也懂得看。要不是她介绍，我可能就错过一部好电影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已经喜欢上我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不然怎么可能会主动约我去看戏？看完戏吃完饭还坚持要走路回家，不要搭巴士，一定是希望可以争取多一点时间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哥，你可别忘了他是9号文凭啊，我们呢是配不上人家的。9号文凭又怎么样？我们的海南大戏不是有做吗？那些千金小姐也喜欢上那些穷书生。我是穷了点，但又怎么样？我跟他站在一起啊，很匹配，也差不到哪里去嘛。就算6月真的喜欢你，
他妈妈也不会答应的。跟你找的人你又不是不认识，他最看不起的就是我们这种人。什么我们这种人啊，穷了一点那又怎么样？很丢人吗？你干嘛老是泼我冷水嘛你？喂，别告诉我你喜欢上他。我哪有啊？老老实实说，上一次你没有偷看他？我都跟你说没有了，你不信就算了啦。亮你也不敢骗我。哎，其实像9号文凭这种女孩子，如果可以娶她做老婆啊，那真是太幸福了。另外一个吴丽凤那就不同了，出门要搭德士，吃饭要上餐馆，这种女孩子啊，我们是绝对养不起的。一个呢，就好像是太平洋，辽阔，怎么走都看不到尽头；另外一个，就好像是加冷河的水，清澈又温柔。我倒觉得是又脏又臭的。这是比喻啊！不跟你说了，哎呀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流氓！你送我地图，那你要什么？我送给你。我收集贝壳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去那里的海边捡贝壳，然后送给你。这么说，我可以拥有全世界贝壳喽？那你家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滩了。有一件事呢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忘了帮你捡贝壳哎。Sorry， 不过下次呢，我一定会记得的，哈。怪不得啊，老求不到杯。看她的肚子啊，8成是女的，连祖宗要保佑啊都来不及啦。阿妈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看她的肚子啊，每一胎都是这个样子。妈，单看肚子就知道是男生女吗？那当然啦，生男的肚子是尖尖的，你看她的肚子这么宽的。妈，很痛。痛就别绑啊。你看她啊，没说2句就跟我发脾气啊！怀孕的人情绪都是这样的，就不要刺激她了。你以为你妈我没有生过孩子啊？要你来教训我？有本事啊就生个男的，没本事就不要给我脸色看。你要是真的对我好啊，人家说我的时候你应该帮我。哎呀，妈也没说什么嘛，到时候说孕妇的肚子很平常的。很平常。自从我生了开美之后啊，他就拿我肚子讲到现在。难道生男生女由我决定啊？既然你知道是这样，那你就不要去理他讲什么了。来，我来帮你。不理他，每天跟我唠唠叨叨，换成是你受得了吗？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拿块布来塞住他嘴巴吗？不管你妈说什么，你永远不会帮我的。走开啦，我要扫地了。有啊，你小心点呐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找到什么了啊？怎么床底下会有油灯的啊？哎呀，好好的一盏油灯怎么会弄翻呢？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扫地的时候就扫到一盏油灯啦。阿妈，你把这油灯放在床底下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还不是希望你们能够生个男孩啊！现在好了，油灯也翻了，我什么希望都没了，你们开心啦？你不要那么生气嘛，幼儿他又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，妈明知道我想抱男孙啊，就一连3胎生个女儿。现在好了，连我辛辛苦苦求回来的油灯也弄翻了，他分明就是故意的。你讲
讲道理好不好？什么故意的？我跟你们龙家无冤无仇，我这么要故意弄你？哎呀，你还顶嘴，你还顶嘴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烦死人了。安娜，安娜，我回面包店了。安娜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你呀，整天只会练功，这个是不能当饭吃的，整天不务正业。人家没惹你，叫你回咖啡店，你就推三推四的，整天连个人影也不见。你大哥呢？没讲他2句就跑掉，气死我！妈，还有你呀，整天忙进忙出的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忙什么。妈怎么了？这里火药味很重，小心点。什么火药味啊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本来呢，我是希望你大哥能够替我们龙家继承香火，偏偏你那个大嫂又不争气。我现在把全部的希望都落在你们身上了。妈，我知道你急着抱男孙，可是我还在求学，你该不会是要我马上娶个老婆回来吧？当然不是要你马上结婚，可是女朋友你总该有一个吧？你大学那么大，连一个女朋友你都找不到啊？你以为要早就有吗？除了要看得上眼，还要志趣相投，还有很多其他条件呢。那你到底喜欢怎么样的女孩子？跟你说你也不明白。总而言之，我一定会带一个我心仪的女孩子回来给你看的。这么说，你心目中已经有人选了？干嘛？就借我这些书看？我想过了，高尔基的书对你来说可能是太深奥了。这些是中国武士时期一些作者的作品，你拿回去看吧，可能对你有用。你拿回去吧，我都没兴趣，你要我怎么看？我又不是叫你马上看完，你每天看一点，很快就会培养起兴趣来的。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固执啊？我都说我不要了。你书也不看，我说的东西你又听不懂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一起呢？谁说2个人在一起一定要看书的啊？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是很好吗？像现在这样。人不是靠吃吃喝喝过日子的，那跟动物有什么分别呢？人是有思想，会前进，会思考。要不然怎么样？是不是也要我上大学才有资格跟你在一起啊？我不是要你上大学，我只是希望你在思想上稍微的提升自己，至少能跟我配合啊。跟你配合？我为什么要跟你配合？我现在这个样子很见不得人吗？好啊。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，也可以啊，你改变你自己来配合我啊。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很认真啊，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。每次想到你的那个母亲是怎么炼成钢铁的，我就头痛。只会顾自己，也不问问人家的兴趣是什么。好，那你说，你的兴趣到底是什么？我的兴趣啊，是这个。这是什么啊 ？Saturday Night Fever， 连这个你都不懂，还说什么读过大学？哎，丽芳，你先别走，先坐下来，先听我说啊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你看我不顺眼，那就各走各的，何必勉强在一起呢？我不是看你不顺眼，我只是希望你能提升自己。那提升，龙永彪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再听到提升这2个字。你要提升是吗？你找别人提升啊，本小姐没兴趣啊。立凤，你先别走。立凤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？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感情是建立在有着共同理想的基础上，要不然的话，就好像……哎，阿信，这么巧是你？哎，你也在？嗨，我有点事跟立凤谈。那你们谈喽，再见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人家叫你走就走，你怕他啊？我怕。我现在慎重的告诉你。我喜欢的男人呢，就是像阿星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舒服，很开心啊。他不会要求我什么，也不会要我提升自己来配合他。我这样说，你满意了吧？阿星，我们走吧。细细的
心不离开，只为了再见你一回。总是蜡炬已经烧成灰，总是桃花一谢，春风吹不回。我还是期盼